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老九千翁處被漁網撈住了，這個是接續上一集，當時他們在追查掏空內褲的事件，然後呢，陳氏跟雜色有被掏空出去賣的一個狀況。那他們追查的時候，沿線就追到了海上的貿易。那當時在海上有大量的海盜，因為五代時期啊，不少軍閥戰敗之後，他就跑到海上當海盜去了。那你也知道，在路上搶土地，在海上搶貨物，其實道理是差不了太多的。上一集有黑衣人抓鈎子爬上去，那個是屬於海上的海盜。這裡海盜很多啊，因為吳越國有兩個首都，就東府跟西府。東府就是今天的杭州啊，是吳越國的真正的首都，因為吳越王住在東府。西府就是今天的紹興。那你可以看到，事實上就是今天錢塘江下游平原是很發達的水利地带，在這邊就是今天的舟山島啊。舟山寧波是現在中國第一大港，因為這裡港灣條件太好了，到處都是深水港，所以這個地方海盜非常多，因為太多地方可以躲了。所以當時黃龍社還真的藏在這個黃龍島這裡。那這裡也補充一個知識點，吳越它的海上的航行是非常熱絡的。當時這裡原本有一個渤海國啦，後來被滅了啊。契丹把它設為一個叫東丹國，然後变成契丹屬國。那據歷史記載，這個都是跟吳越有所聯繫的狀況啊，甚至就直接拜吳越為大哥，因為吳越的航海技術是最好的。但南漢的航海技術也不錯，但是畢竟吳越國的位置好，它往北可以到日本，當時叫扶桑，當時朝鮮後三國時代啊，所以當時包括渤海國在進入到後三國衰弱的新羅滅亡之前，他們其實都有跟中原有來往，因為吳越的航海技術最好，也是跟這個地方本來長期就有這種航海技術。那另外吳越據記載也跟當時爪哇島的三佛齊王國有聯繫，因為島多水又深，道很方便，所以這個地方非常符合史實的。但是先回上各位岛主登面，快请上船一宣。黑云唐建，接就是命，须不可操之人手，让他拿着吧。秦淮社李元清见过大之嗣，原来是大东主长辈，亲述文秀不公。元清此来梦浪，也实在怪罪不得大之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海上的风浪虽大，亦非法外之地。這裡就比較沒有史實記載了，基本上是根據當時的史實背景去做一些演繹啊。因為在海上這種事情就不是正史，那它主要是推進劇情的一個作用。另外說，這個東主很重要，因為東主它這個社事實上就是所謂的商社，在這些商社在海上做貿易的時候，其實常常是易商易盜，這種行為一直留到清朝都長這個樣子。那最有名的易商易盜成為海賊王是誰？就鄭成功的老爸叫做鄭芝龍。所以你大家也可以了解啊，不是因為宋代之後海上貿易非常興盛，而是進入了中唐之後，南邊的整個海上貿易的興盛程度是有過之無不及。原因是因為在中唐以前，主要的貿易還是透過陸上絲路，從西安就長安走丹樹，就是黃河以西的河西走廊，出了嘉峪關，然後敦煌，走南線就進入了南疆地區。這一段今天已經沒辦法走了，因為這段今天的路況太差了。不過當然還是有修路了，或者是說走北線，翻過克什米爾高原之後，就進到塔吉克跟阿富汗境內。當時這邊都是佛教國，非常興盛。往北翻就進入到了所謂的中亞的兩河流域，這阿姆河跟希爾河這兩個河，這以前是個大湖，叫做鹹海，商道就是這樣子一直出去的。但是到了中唐之後，因為吐蕃西藏人崛起，之後就中斷。中斷之後，你就想唐朝還是有很大量的貿易需求，本來就已經有的海上貿易就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那另外還有一個點，中唐之後有一族崛起了，他們非常會做生意，是什麼？是在西元8世紀開始崛起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當時建立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帝國——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在中國歷史上又史稱黑衣大食，非常興盛的。那大家都知道阿拉伯人最喜歡做生意，所以他們就從海上絲綢之路跨越印度洋，從馬爾地夫這邊穿行過雅齊，再翻過新加坡馬六甲海峽，再穿行經過這個廖內群島，經過南海，沿路就可能在南海的西側或南海東側航行，接下來就進入到了廣州，所以廣州成為第一個補給點。中間的地方就會到泉州，再往上就到了今天杭州這裡。所以補給點在海上絲綢之路就很興盛了，一條海上貿易線就是這樣來的。所以為什麼在吳越之後，這個地方的貿易是如此的興盛？其實不是從吳越，是從中唐開始。羅縱橫半生，背領過吳越國一門俸祿，無人知我前方如吳越之法。與我秦淮社何事？好，這裡有一個小知識點，秦淮社。什麼是秦淮？秦淮指的一般是來自淮南這個地方，吳越國的首府在今天的揚州跟南京這裡，所以當時的人稱南唐就叫淮南，所以叫秦淮社。因為他們的國家的核心區域在淮南，另外還有秦淮河，所以他剛才說他沒有拿過吳越的俸米，所以他不是吳越人，他是從隔壁南唐來。那上一集的時候我講解不是說一個，即便是在兩軍很對峙的時候，基本上他們很少發動貿易經濟制裁戰。
民間的通商是非常熱絡的。因為他拿一個黑雲劍，南唐的前身叫做楊吳，是楊行密收攏了當時的亂民建立的吳國，有一支亂軍，戰鬥力很強，叫黑雲都。都是軍隊的編制名稱，所以黑雲劍應該是黑雲都的寶劍。不過在這個時候，黑雲都的戰力已經很差了，所以可能就變成一種榮銜，但詳細史料就很少記載了。華龍社雖不成器，好歹有蒙衝8艘。蒙衝就是大船。海丘16，貨船5艘。還高麗扶桑、琉球3夫旗。琉球就之間琉球群島，只是用字不一樣。小人乃山岳社少公主，这南唐賊綁了我。一般不會講南唐賊啦，就會叫淮南賊。為什麼叫南唐？意思是說你不是正統，你是南邊的唐，所以人家也不承認你南唐國號，除非是對你南唐稱臣的國家。我一般就叫你淮南，而且這個叫法不是現在才有，這個叫法早在楊行密佔據整個淮南地區稱王的時候就開始用，他當做節度使的時候在用了，甚至這個用法可以更早追溯到晚唐的時候，整個天下分崩離析之後，所以這個用法怪怪的。行舟海上，信以為先，700斤10斤，合理嗎？大祭司真乃是信义君子，元钦佩服。买走那個價值250斤大東珠買吧。降價300斤，我買。漲到300，扎都不要幹嘛？叫價非常的貴。他剛剛講赤金是什麼？應該是銅。這個時候，他這個赤金貿易，據我所知，針對五代商貿的研究，至少我讀書的時候還不是非常的完備。赤金，南朝前多指銅，宋朝後變黃金了，所以這個地方大概是銅錢。因為唐朝也有大量的銅幣在，它的金數太大了，黃金在這個時代沒那麼多了。你到底是什麼人？為何要自稱山岳少東？行人。阿詔儀表不真謊，若是有人拒表，便切您者。就是真話。头群人。發燒了，落水發燒常見。黃龍島有一點意思，你看今天的黃龍島就長這樣，它就是一個港澳。我猜測他可能正照這個感覺去做的。鎧甲。張文凱、烏水甲兩當鎧都有，給明光凱都借了一副。李元清，他本就是南唐。這個就架空人質，黃龍社大東主哦，是女的。南唐和雲東的都帥，何必不辭辛勞遠赴波濤，跑到吳越來買甲？南唐的兵也不至於窮到這種地步啊。應該是帶別人賣。這裡也是一個小船，就是南唐，一般就叫淮南。我認為可能不見得是編劇不懂，主要是要讓大家比較好理解。秦淮說自己不需要買甲，他將人都買去了，便是不想讓你查到上家的身份。那行不行啊？或許没出来。早覺得這小子像一個人。主角出現，因為這個人前後數絕對是男主角，應該是吳越最後的王。然後納土歸宋就是他，所以既然這部叫做太平年，為什麼太平？因為和平統一了，所以這個時候登場女生很可能就女主角。來買我，你喜歡？250是吧？快來喝。什麼是山狼？這是何處？你發了1宿就熱了，喝了這許多還。於氏之女，這個角色在吳越歷史上很重要。吳越名臣水丘昭卷，因為他的這個姓太特別，所以記得他。這個水丘氏到現在已經很少見了，但在當時在東南是一個名門。那今天就拆成水氏跟丘氏，主要是丘氏，所以這個姓丘的還不少。丘後來又加了一個偏旁，所以這個丘又跟那個丘是同一個丘，所以中國有這種複姓變單姓的這種狀況。所以這個水丘後來他就變成2個獨立的。水丘目前還有人姓，但人數很少了。少年是学问啊！你可看得仔細，那確實是一條海丘船。中國是一艘海丘船。明州水營不是那個時候收協的那個地方，不可能是明州水營，那又會是誰？明州，我沒記錯，明州就接着寧波，所以明州水營指的是明州的水上警察，負責維護治安的。那是誰派他們去做治安的？他說他們不是，就吳越他們的政府，他會有一些駐紮在各地的水營，負責維護海上的治安。戰爭的時候就去打仗，他那個有點軍警合一的概念，因為所以平常維護治安，戰時負責打仗。中國真正的警察制度要到清末才建立，從外國引進的。聽你們在船上說話，聽來你為何會在秦淮社的船上？這問題可以不答了。那我換個問題，你是否知曉那天夜裡來的那艘貨船是誰下的手？山岳社。你如何知曉？這怎麼說？能手猜的。你第2來嗎？那你來猜猜看，那天夜裡他們交易的是何樣貨？這個我可是真不知道。那我來告訴你，他們交易的是鎧甲啊。此路的情境可不是一般武士，你是鎧甲。交易鎧甲這個事情嚴重，他特別露出来。你是管管人家私藏衣服，不是蒙你的大嘴。那鎧甲的事情就算揭出來，可是会打你的。河族男子问死，你卻揭露教坊。河族男子揭死，就是整族的男的都要砍掉，可能是9族。女子揭露教坊，教坊就是官家的妓院。私藏鎧甲是行造反。照你的意思，老爺子是盯上此事了。也未見到這麼壞，只要手腳迅捷，還來得及不及。戴玉，我幫大家去查了一下，戴玉被認為是吳越第2王全元觀的親信。這裡有個背景故事，他們在前面沒講到。戴玉跟胡進思2個人當年都是跟着全元觀去宣州做和親，就是去做人子女婿的。當時的宣州有一個軍閥叫田軍，勢力比較強盛。那個時候整個南唐地區，長江出海口到錢塘江這一塊，當時還打得一塌糊塗哦。田軍當時在宣州這裡勢力比較強大。那個時候因為吳越內亂，所以田軍如果打過來，吳越就完。
完蛋了，所以當乾元貴自願去了，而胡進思跟代孕這2個人是陪同。對，所以後來乾元貴上來之後，2個人都受到重用。另外有去查了一下一個事情是，這一部裡面其實有很多人物被簡化掉了，畢竟人物此時人更是多到如牛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胡進思大概是非常重要，他應該會有大表現。代孕跟胡進思在鬥爭，但是2個你說誰比較得乾元貴寵幸，這很難說，因為王雙軌並進，你可以說他們2個是2個大頭，2個既好也不好。另外別忘了，雖然吳越相對的和平，但他依然是5代十國，5代十國很容易出現驕兵悍將，所以不要看吳越都身穿文服啊，這紫色衣服是高階官員，藍色是中階官員嘛。我跟大家講，這些抄襲家伙都是軍人，所以他們的官職都跟他們的軍職都連在一起。吃饭出库的赏賜有什麼不同嗎？不曾有啊，比往日的都妥了，比往日的都妥的。怎麼說？往日出库的賞賜呀，不是黑也是灰，而此番呢卻是大紅，那顏色呀又鮮亮又好看，拿回家去，家裡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甚是體面。都是绯紅。咱們內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紅，聽說別的都有的是綠，有的是青，也有黑灰颜色的。如此說來，都是雜色。最貴的是什麼？青色跟紫色，因為自然界青色跟紫色不容易出現，青色就是藍色，靛色、藍色這種都是高階染料，所以他認為事情很嚴重。因為上次我就說了，查這個府庫裡面可能還牽涉到權力鬥爭。親衛第2都指揮使跟何承旭是同事，親衛跟內衙都是屬於禁軍的一種，只是因為吳越是國王不是皇帝，所以他不能叫6軍的禁軍。下次带兵攻内部，有情了。我要听好了，在这个院子里，人家何都要和狄都兄弟，我们只管将所有的上房仓库上锁，然後便退出院来，只管守住外面，不许人進，更不許人進。明日午時之前，我要跑出去1隻耗子，鑽進來1隻螞蟻，都是咱們兄弟們的罪過。別怕，擅自帶兵封鎖內庫，這便是稟告大王。不去你去稟告大王。對，明日一早，老夫要中途使軍徹底搜檢內庫，所有的賬目、憑證庫存，字跡各齊，一律封存。待明日搜檢審核之後，老夫只會稟告大王，到時候該砍誰的頭便砍誰的頭。報告。他這在幹嘛？你知道嗎？因為何承旭虧空內府，現在成色不足，只剩雜色，所以他現在把它封起來之後，如果一查賬他就掛，所以何承旭才那麼緊張。那你這裡可以看到，這個代孕雖然這是他的上司，可是何承旭就虧空內府，他也沒在管他們老闆的想法。老子突然下手，你們轉皇帝於地位，其他那些後手，和你的假身有關係，沒人能查起來，這正是無人可以平不了的。這老傻子存心守於死地，要把這把鎖砸開，將這做平再說。如此妙計是如何被何都將想到的？星座的這樣能看得出來，再加上你把鎖頭砸開了，豈不是此地無銀300兩？何都將，因為他是都的指揮使。程老倒有一計，就是不知道何都將的膽子夠不夠大。強我在什麼？還說什麼夠不夠大？我家阿兄回來了，是他要見你。你阿兄？水秋伯，三哥，三郎能将虎子帶回來嗎？肯定是能的，你就放心吧。乾隆座的生母是姓吳，然後乾元觀的身體是真的差了。這歷史記載，他到晚年的時候，他身體確實不好。他老爹活到80幾歲，但我跟你講更厲害的，胡進思活到90幾，是整個5代裡面有記載最長壽的官員。乾隆叔上來的時候，他應該不在了，但是他至少熬了3代。余家娘子不會羨慕於虎子吧？你就安心吧，他根本就不是那個人。早點休息吧，我的身子恐怕是熬不了夜了。不好了，没人不好了！不是，大王，開門！不好了，大王，是厲垂淵，是內戶，這厲垂淵他走了水了。八會堂是吳越的內堂的名字，這裡面太多了。這個案子我知道，這個是歷史公案。吳越當年在乾元觀最後的時候出了一場大火，把整個吳越的王宮全燒了，內庫也燒了，宮殿也燒了，朝堂也燒了。那一把火是把整個杭州的吳越王府從乾隆時期以來記得全燒光。到底為什麼發生這事情不知道。這個大火後來燒得太猛烈，實在就是乾元觀到哪火就像有生命一樣，像鬼火一樣追殺他的，所以乾元觀就大病不起，沒多久就走了。照剛才的暗示，大概何承旭他們放的，但到底歷史這樣放的，根本不知道。這就演的有點太真實，因為其實我印象是非常熱。誰敢對比不上？今日是雙日子，按規矩來胡定梅論之內啊！保證月後來，讓何承旭來殺菜，滾出來見我。這也是一個細節。工部為什麼有工部？因為吳越國王是可以開府治事的，所以他也有6部。他只是不能設宰相一級，不能設3省。3省是指尚書、中書門下3省，他們叫亡國的丞相，但是一樣可以設6部。末將拜見令狐，人通何氏也。回令狐，末將已經在上面救火，還有4處火頭下為機靈。何氏在問，你如何會在此地？何承旭何在？回令狐，這火起來突然，末將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見到何承旭。馬上回國。我家誰說再開會議？他們會議承認了。有天真大事，你們來之後，你要。
到這裡已經進行到了太平年的第2集的上半部哦，以吳越王國的大火作為一個中間點，再往後我相信吳越接下來要來進行權力的鬥爭跟交接。其實這場大火在吳越相當於整個吳越王府從初代錢流王一直到乾元觀的積累都徹底的燒毀，這場大火之後也讓了乾元觀一病不起，所以接下來下半部乾元觀很快會面臨到人生的終點。但是這前半段很有趣，他巧妙的使用了把歷史人物跟虛構人物做一個錯綜的一個交疊，來帶入整個吳越王國，包含他不管在政治的架構上，他的人物的網際關係，而且有一部分人物也進行了疊合，來減少出場人物過多。其實整個吳越政局是遠比我們在劇中看起來的更加的複雜。人家常說劇裡演的遠不如現實當中來的精彩，只是現實當中很多的線你錯綜複雜，你很難理得清楚，而劇裡做了很多的簡化。比如說最有意思的就是胡進思這個角色應該是跟當時吳越最高權力者，應該說整個吳越實質上的宰相堪番所疊合了。那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吴越王国雖然它是一個文風比較興盛的五代十國的政权，但依然你會發現它在這裡面武人的影響力仍然相當巨大，骄兵悍將一直都是整個吳越貫穿的內容。但我不得不說，這一出劇真的對歷史還原度是相當的高，並且幾處的改寫它都做這個調整，其實也讓劇情的更加的精彩，節奏更加的快速，所以我相當期待看到後面的劇情接下來會怎麼樣的發展。那我們就下一期見嘍，拜拜。